还不仅每天一口一个师傅，并且资质也是相当好，无论是剑术还是魔法都是一点就通。这天他们遇见了被布林兄包围的商队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弗兰赶了过来，一人一剑相当于2个人在战斗。对于背后的偷袭，弗兰都不带回头的，因为师傅可以帮他解决。雷厉风行的手段让哥布林直接被吓退了。黄毛为了感谢救命之恩，美名其曰邀请弗兰一起搭载马车，可这点小心思却瞒不过男主。他用念话技能告诉了好徒弟，对方是想让其当护卫，不过能去城镇这点对他们也有好处。町まで護衛してあげてもいいけど。いや参ったな、お見通しか。几人就这样上路了。路上黄毛谈起了题外话，也是这时男主才知道他转生的地点是个 A 级魔境。至于为何越往中心怪物越弱，也有了解释，原因是有一只 S 级的魔狼死在了那里，残留的魔力只对强大的魔兽有震慑力。他们刚才击杀的哥布林只是最低级的巨级魔兽，最高等的就是 S 级。冒险者则和魔兽有着一样的等级划分。说到这里，师徒俩都来了兴趣。弗兰想要成为一名冒险者，就这样2人来到了城镇。徒弟时不时就要观察来往的人群，但他的猥琐师傅却不同。男主将注意都放到了路人的武器上，像他这样超稀有的肯定不多，但闲着无聊，他还是决定鉴定一下试试。可一个查探不要紧，很快男主就被打击到了，无论是钢的还是银的，甚至随便一把斧头的攻击也超越了他。就在男主心灰意冷时，師匠は私を助けてくれた。綺麗ですごい剣。スキル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て使いこなす剣なんて他にない。フラン、ありがとう。画面一转来到冒险者公会，看到这么小的萝莉也要成为冒险者，尼尔顿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出于对工作的严谨，他还是将入会的要求如实告知。女孩需要与考官对打，并且还可能会受伤。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弗兰打断了。尼尔没有再劝下去，他决定带女孩去测试，因为对方可能连第1关都过不了。考官是鬼人族的一员，一般人仅仅是被吼一下就会退缩。尼尔想要从女孩脸上看出恐惧，可不料结果却和他想的大相径庭。这时男主也使出了鉴定眼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对于角色属性他没什么概念，但他却能看出这把斧头很强，顷刻间战斗便一触即发。考官没有放水的意思，这是鬼人一族的理念。霸道的攻击让弗兰只能躲来躲去，可考核却不是通过躲避就能解决的。弗兰尝试性的接下攻击，然而只是交战的反震就让他翻山越岭。男主主动切开石块才将冲击抵消，2人的实力不在一个层次。他决定给弗兰施加辅助魔法。答えね、師匠が補助魔法を使用。答えね、プランの腕力値と臨床値が一時的に上昇します。基础能力值上升后，双方已经可以开始打得你来我往，甚至考官还落在了下风。但这点伤口对他来说却是不痛不痒，他一个技能就可以痊愈。弗兰再次开始强攻，然而却被考官一接一个准。眼见场面出现焦灼，男主在暗中使出了禁锢术以及高等级的火魔法，两者结合导致考官完全没有办法躲避。这种操作让一旁的尼尔惊呆了。吴永畅连续施展魔法就算了，并且还是相当高等的火魔法，他以为这些都是女孩做到的。趁此机会，弗兰打算乘胜追击。就在刚才，他的剑招已经蓄力完毕，这次考官却是没有力气接下了。余震更是让他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场地瞬间被破坏出了一个大洞，战斗就这样毫无悬念的结束了。原本只是测试水平合格就行，可没想到考官却直接被打败了，这让工会长有些好奇。无论是中级剑技还是10级的高等火魔法，他想知道弗兰是怎么做到的。完全黙秘。这个回答是师徒俩早就商量好的，暴露秘密也意味着会有风险。眼见女孩的态度如此坚决，工会长不讲武德的使出了鉴定，然而却是一无所获。女孩居然可以隔绝鉴定，这一切自然是男主的功劳。好在脸系数没有白学，很快他就进行了反击。精灵使的面板要比考官强了不止1倍。没过一会，距离入会也只差了最后一步，现在需要登记女孩的职业，通过水晶可以获得相应能力的加成效果。只是很快尼尔便再次惊住了，他发现女孩可以登记的职业居然有10几种，这等破事自然是男主干的，是他给徒弟设定了太多共有技能。工会的2人早已见怪不怪，弗兰则是从中选择了魔剑士职业，自此他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冒险者。接下来是解决住宿的问题，为此首先需要资金。男主提议可以卖掉这段时间猎杀的魔兽，当然要假装是从道具袋里拿出来的。尼尔来不及反应就被淹没，没一会弗兰便成功拿到了19万魔拉。按市场行情来看，2人已经称得上是小富翁了。师徒俩当即就决定找个总统套房一住，可正当2人打算离开时，突然2把飞刀拦住了去路，人可以走，但钱却要留下。弗兰听男主的话选择无视，然而这种行为却令几人更愤怒了，大声指责弗兰获得的是不义之财。刚才他们也卖出了双头熊的尸体，但结果却连对方的零头也达不到。就在这时，尼尔赶了过来，他嘲讽几人收集到的素材情况极差，显然是集体围攻魔兽导致的。粗糙的解体技术才是贬值的根本原因，用无知当作借口可就过分了。ほんと死ねばいいのに。お前今死ねばいいっつったな。ネルさん、心の声漏れてましたよ。听到这里，小帅便忍不了了，当即就要对尼尔出手，不过下一秒就被弗兰挡下了。这一幕顿时让小帅怒火中烧，是黑猫族被杀掉的还不够多吗？他们在道上混的时候，女孩还在家里看佩奇呢。此言一出，顿时小帅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因为他的腿突然断掉了。但问题是，他根本没有看到对方出手，这次不是男主做的，而是弗兰这段时间掌握的新技巧，也是灵气剑和震动术相结合造成的。徒弟的天赋果然恐怖如斯，小帅的队友忍不住要报仇，然而弗兰却是一击一个小朋友，与在面对考官时的艰难不同，换个对手才体现出了女孩的真正
水准。最后，小帅等人被尼尔敲诈了10万的赔偿金，在父亲弄脏工会的修缮费前都不准离开。一切平息后，师徒俩打算去找旅馆，但两人不知道的是，わしの心眼はごまかせねえぞ。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ウエポン。